暧昧一个男生，很喜欢旅游，每个月基本有一半时间都在外地，说走就走是经常的事情。约了两三次，发现他都在外地，我渐渐的没有了耐心啊，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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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总是缺席，好像也没有意思，我也不习惯我当下的快乐要延迟去配合对方的节奏。现在终于可以理解明星夫妻聚少离多，最终分道扬镳的心情了。双方过分独立的情况下，同频反而变得有点难了。然后呢，跟我分享一点生活感悟是吗？啊，还是不甘心吧？啊，姐们儿，还是有点不甘心吧？多少？你跟我分享这干啥呀？啊，肯定是有点不甘心吧？没戏啊，基本没戏。一次再两次再两，3次都在，那就是不一定是多爱旅游。但我想知道，我是不是有的时候人就是要在错的时候遇到，才会更让人印象深刻。哎呀，净给我整这个青春伤痛文学。我之前工作和生活都陷入了僵局，最终下定决心把大部分积蓄拿出来去国外进修，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现在学校基本都搞定了，明年就会出国。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很契合的男孩子。他的声音很好听，我又正好是声控，加上兴趣爱好还有笑点都刚好一致，很快我们就熟得像认识了几年一样。在相处的过程中，很明显我们都能感觉到互相的吸引，但是我们都很理智。我知道我不会为了他放弃出国的努力，他也明确不会为了我贸然出国打拼。同时他比我小3岁，我也不愿意主动问他要不要等我之类的，可能是怕被明确的拒绝吧。但你觉得我有必要在离开之前和他表明心意吗？应该不会影响当朋友，只会稍微别扭几天吧？还是干脆不要挑明，继续装糊涂呢？你是怎么定义双方能感觉到互相吸引的，姐们儿？如果已经都能感觉到互相吸引了，你还需要挑明吗？这不是已经不言自明了吗？不挑已明吗？这不是，这窗户纸不是不捅已破吗？大风呼呼的。啊，两个人之间那个大风呼呼刮，这窗户纸不是都已经刮飞了吗？还用挑明？不用挑了呀，还装什么糊涂呀？说明什么？没啥戏啊，没啥戏。但我甚至不知从何，哎，刚那个朋友就没啥挑明，不是，就是你俩如果真的相互吸引啊，出国又怎么了呢？就是推荐在年轻的时候还是稍微那个潇洒一点，个人推荐，年轻的时候还是稍微潇洒一点。不用考虑那么多，怎么都考虑到人家为了你出国，你又要为了人家放弃出国的努力了，至于吗？不至于是吧？先潇洒一点，也许两个人一相处发现没那么喜欢啊，迫不及待的想出国也有可能，对不对？潇洒一点，我想挺美啊，将来孩子是这个是哪上学是不是都想了？别想这么多。但我甚至不知从何说起，也许是今晚情绪突然的失控。我今年27岁，被裁员，接着父亲生病做手术，和姐姐吵架。不断的相亲，不断的内耗，最近情绪不断的失控。最开始的是一个相亲的对象，两人很聊得来，不间断，几乎每天聊。男生表示和我唠嗑很舒服，唠了半年多，异地工作，见面第一印象呢还可以，有共同认识的亲戚朋友。因为他比我大3、4岁，家里着急订婚，想确定下来。但我觉得异地只见了2面，我不敢赌，而且很恐婚，被吓跑了。恐婚你相什么亲呢，姐妹儿？你恐婚你相什么亲呢？啥意思呀？啥意思？你们有这种情况吗？恐婚还相亲啊？恐婚相什么亲呢？被逼的，不像呀！被逼的跟人聊半年，然后见2次面，觉得对方还可以，也不像是被逼的呀。完了说恐婚，后面再相亲的男生内向、沉默寡言，没有沟通欲，才意识到最开始的男生真的相处舒服自在，能聊得来。我又鼓起勇气问了我表哥，就是他们共同认识的表哥，说那男的已经有对象了。我觉得因为自己的卑劣的拧巴，拧巴怎么还卑劣了？错过了一个合适的男生，情绪反扑很难过。你到底恐不恐婚啊，姐妹儿？不行，我不能跟他说话这么重啊！我发现这个姐妹儿内心是那种比较脆弱的那种。我调整一下啊，我发现这个姐妹儿是相当脆弱，不知道自己咋回事，有点稀糊涂。这姐妹儿，那个什么啊，我稍微好好跟你说话，我不能那么那个直接跟你说，你可能又脆弱了，一会儿又崩溃了啊，姐妹儿。啊，没什么的呀，这干什么？2、原生家庭的影响让我对婚姻恐惧，不敢轻易相信。我母亲传统朴素，极其隐忍；我父亲很暴力，言语辱骂更是经常。觉得母亲很笨，不理解也不心疼，没有共同语言，他们没有什么，就讲什么都听不懂啊。让我爸觉得让他在几十年的婚姻里很痛苦。母亲任劳任怨，不敢反抗，隐忍大半辈子。父亲手术后情绪波动更大，变本加厉，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听爸爸骂妈妈。
我知道他们2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很心疼我妈妈。我爸觉得我和我妈妈一条心，不允许我向着我妈说话，顾及她的身体，我也不能反驳顶嘴，我很崩溃。今天又被他骂了，说我工作也找不到，对象也找不到。我说你们让我觉得我幸福不了，我不敢结婚，觉得因为自己的问题错过了那个男生，但我知道我还是要继续走下去，希望得到你的回复和鼓励。你第一啊，你那个少看你这个爹行不行啊？咱们不是已经康复了吗？这医院不是有护士吗？你少去看他行不行？让他冷静冷静。这怎么生完病还变本加厉了呢？生完病不是应该更珍惜这个美好的生活吗？这怎么给他情绪还治出来了？啥玩意儿啊？少看你这个爹吧啊，真吓人呐！什么玩意儿啊？没事少去看他啊，没事少去看他，好吧？你这是好几件事儿，我试着理解你一下，怎么回事呢？恐婚，但是又要相亲，完了呢，人家要跟他在一起，他说他恐婚，没在一起。后来又遇到一个觉得不好，又想起第一个有男朋友了，很痛苦，觉得错过了。但是又说自己恐婚，那你不是恐婚呐，姐们儿，不合理呀！你不是恐婚呐，你是恐惧幸福啊！你也不太相信呐，你这个思路也很让人觉得离奇啊！我爸觉得我和我妈一条心，不允许我向着我妈说话，顾及她的身体，我也不敢反驳顶嘴。那你能不能，就是你俩能不能不碰面呢？能不能不让他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呢？太拧巴了，这太拧巴了，姐们儿，咱也不是说卑劣，倒也不卑劣，就是有点拧巴。我感觉你就是这个，我也不分析了，我们这个不分析，不瞎分析，咱这个是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一个难过的回忆，是吧？有一个创伤的什么，那叫什么原生家庭，这没什么好分析的。我就告诉你，大概能做这么几件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我觉得你做这么几件事大概率能对你有帮助。第一，离你这个爹远点啊。第二，相不相亲的，相亲和找对象是2件事。你干什么呀？就是说被裁了，然后就去相亲了。你先找工作啊，先找工作，你逼自己必须找到工作才能继续相亲。你先把这个人生的自信给他找回来啊！人生的自信，相亲是找不回来的啊，找对象是找不回自信的，找到工作可以找到自信。第一，离你爹远点；第二，找工作去，找着工作以后再找你表哥。说表哥，那个男生分手了没有？结婚了没有？问问他感情状况怎么样？还是喜欢的不行，发微信说你现在有女朋友了，真的假的？我怕我表哥传错话了啊，对不对？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勇敢一点。为啥我相亲之后找到了自信？我恭喜你啊！那你就当我在那个胡言乱语，我恭喜你。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好吧？这个拧巴姐妹显然是她连自己恐不恐婚都说不清楚，到底要不要结婚都说不明白。这会儿相什么亲呢？赶紧戒了，不应该相亲了。然后这个父亲也是少见面，少看。我来很久了，有失远迎，对不起。戴总你好，我的恋爱完全是以地狱难度开局的，我来听听，我看有多地狱。中德情侣，德国啊，中德情侣相互表达好感之后，第2天开始异国。他在德国读法学博士，忙得要死。我秋招上岸，明年即将成为大厂员工，现在冬令时7个小时的时间，每天加上各自忙正事的时间，也聊不上几句话，这就地狱开局了。目前还在一起的理由是：第一，他在我回国1个半月后飞来上海找我，当面确认恋爱关系，前段时间一起制定了关于未来的规划。这么刻板印象的德国人吗？这简直是刻板印象中的德国人啊！当面确认完恋爱关系，直接就给你制定未来的规划，太符合刻板印象也不对吧？也没有着急要跟我吃牛脆脆啊！这一系列行为让我觉得他似乎真的挺真挚的。第二，他自身条件很好。第三，他愿意为了我留在中国工作，虽然起码是他3到4年后博士毕业再说的事了，而且也不排除他画大饼的嫌疑。那他做的规划里没有这件事吗？未来的规划里这个事儿是怎么规划的呢？这会儿怎么又不刻板印象了呢？这德国人。目前我很纠结，还要不要和他继续谈下去。第一个原因是我非常的自卑和内耗，他自身条件、家庭条件、性格、外貌、学历都非常好，所以呢，我没懂，就是这个恋爱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吗？朋友们，这个经常有人说我自卑内耗，说我对象啥都非常好，所以呢你就自卑了。你俩不是合作关系吗？你俩是竞争关系吗？为什么自己的合作伙伴条件比自己好，自己会自卑呢？不应该觉得不应该是这种反应吗？不应该是不是这种反应吗？怎么会这样呢？我也挺难理解啊，这确实挺难理解。
也能理解吧？哎，我也能理解，但不太愿意理解。合作伙伴不是应该互补吗？对不对？合作伙伴的关系，什么叫合作伙伴？咱们先不说谈恋爱，咱们就说一起做生意，是不是应该一起合作的那个合伙人各方面都很优秀，觉得太好，然后尤其是他有的你还没有，你有的他没有，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现在觉得都不行了？自卑，我非常的自卑。他家庭条件、性格、外貌、学历都非常好，读的专业未来也会赚很多钱。我觉得他在向下兼容我，为啥？图啥？为啥要兼容你？你是谁啊？为啥？有时候我会很不清楚，他为啥能看上我？为啥？因为爱，所以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爱？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东西叫爱？哎，我的天！你分析这些，你是想不清楚呀。我呢，学历和身高稍微还可以。姐们儿，姐们儿，你是一个什么？你是工资，你是一个创业公司出来拿融资来了是吗？啊，给我拉上列表了。就学历和身高稍微好一点，啥意思？啥呀？我也就学历和身高稍微好一点，家庭条件一般。哎呀，长相也普通，所以身高不是长相的一部分。你看你这逻辑乱成什么样了都？哎，就是人这一旦糊涂起来得多糊涂，长相就普通了，那身高不算长相。专业也天坑，专业天坑，你明年即将成为大厂员工，你在说什么？意思大厂 HR 都是疯了啊，喜欢坑，大厂 HR 就是喜欢填坑，喜欢坑里的，有没有逻辑？有没有逻辑？有没有一个东西叫逻辑？就这个人真的啊，人要是开始自己给自己把自己弄不好，想怎么说自己都能更不好，是吧？屁股决定脑袋，宇宙级第一真理，屁股决定脑袋。你看这个人一旦坐到了那个不该坐的地方，那个屁股往那一坐，这个脑袋啊就跟屁股一样糊涂。他说什么呀？都是。我总觉得我们两个在择偶方面的硬实力差距太大。硬实力，哎呦，择偶方面的硬实力，哎呦，我这看上动物世界了，这是什么呀？俩狮子，你俩是择偶方面的硬实力，你是哪个狮群呢？东非大草原呢吧？这听着不像上海和德国的事儿啊，这听着像东非大草原的事儿啊。择偶方面的硬实力，啥意思？他跑得快，是不是？你食量比较大，说啥呢？不过有时候我也安慰自己，找老外肯定要比找同种族的人标准更高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总是支棱不起来，这种心态一直让我很难受。你别支棱起来了，太吓人了！你支棱起来，我都不敢想你要变成什么样。你说什么呢，姐们儿？这什么呀？什么呀？第二个原因就是肉眼可见的漫长异国恋。虽然现在的彼此都很真挚，但毕竟时间还短，我们只在一起4个月，感情的事谁也说不准。万一谈着谈着黄了，那这个沉没成本对我来说未免有点太高了。有多高？还太高了，有多高啊？万一谈着谈着黄了，也就是说，现在你不跟这位德国这个好那个好这个好那个好全都好的这位德国大帅哥谈恋爱的话，你俩不一起抱着沉默，也就是说你这段时间你有什么更好的是吧？你有吗？你要干什么？咱们就用你这个稀里糊涂的逻辑跟你分析，你有吗？怎么你就沉默了？你要去哪儿？谁要跟你沉默？第三就是沟通交流，我俩都不会对方的母语，只能说英语。他学5分钟中文就觉得很难，我更懒，就用英语沟通，但我感觉好像也不是个办法。你俩已经能用英语把恋爱谈上了，完了说这个英语不够用，请问蛋总对这段感情有什么看法？我应该谈下去还是及时止损？我对这段感情没什么看法，我对你有点看法，姐妹儿，你愿意听吗？姐妹儿，怕你听不进去。这样就是谈恋爱这个事情不要这么功利主义啊，其实我经常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说要现实一点，实事求是一点，是吧？要现实一点，是这样。我经常小卖部直播呢，我经常会跟大家说咱们现实一点，实事求是一点，对不对？我经常说这个吧，这个没撒谎吧？我经常会说大家现实一点啊，不要那么多幻觉，咱们现实一点，实事求是一点啊，经常说这个，你们都听过我说这个啊。但是这个现实啊，跟功利它是有区别的，这能理解吗？就是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是有区别的，这个能理解吗，朋友们？它不是一回事儿。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我 definitely 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也挺显然的嘛，应该。但是现实一点，但是不要太功利，就是现实一点，但是不要太功利。比如说刚刚这封信，显然是一个非常功利主义的来信。他相爱了，跟一个德国的人，他相爱以后呢，他不跟我说那个浪漫的细节，不讲他们怎么相爱的，他不讲他看上对方哪一点，不讲他们爱情的细节，不讲这些东西。他开始给我讲
他觉得对方呢家庭条件好，自身条件好，性格好，外貌好，学历好，将来赚钱能力也会很好。他觉得他向下兼容他。他提到自己的时候说，我也就学历和身高稍微好一点，家庭条件一般，长相普通，专业也不怎么地。这个就叫功利主义。你人是不能这样分析人的啊！我说我个人的看法啊，当然有这功利主义的人人家也势力也挺强，也有的人就这么分析人也没问题。我认为你要想活得幸福，人是不能这样分析人的，人是不能这样分析人的。人不能把自己整成一个创业公司一样，去把自己这个拉出来去融资一样去谈恋爱，说我有什么你投我吧，咱俩好，咱俩好是吧？你看我这点值得投资，我有些缺点吧，哎，我藏一藏，隐一隐，哎，我内耗一下，我什么？两个人相爱，他不是两颗心相爱吗？是两个公司吗？是一个公司投资另一个公司吗？是合伙干生意吗？它虽然有很多层面上是啊，就咱们说现实主义那个层面它是，但是你归根结底它不是呀，你这是完全给我整成俩公司了，给我谈并购呢，搁这完了说，万一谈着谈着黄了，那这个沉没成本对我来说未免也有点太高了。我这哪来的沉没成本？我就没看明白。在一个青春年华享受一段异国恋情，这个不浪漫吗？不快乐吗？不是一段非常值得回味的回忆吗？一段美好的人生体验吗？怎么给我整成沉没成本太高了，未免太高了。你看这种功利的朋友啊，这个喜欢搞这个功利主义的朋友呢，其实据我观察啊，大部分他因为搞这个功利搞时间长了吧，他还做不到实事求是，他还不是现实主义者，他就纯功利主义。就是姐妹儿，就按你这套逻辑分析，你这分析的也是就是七零八落的，就是你这分析的也不对，都没分析到点儿上啊，没分析到点儿上，对吧？我就说着急，说你们想当一个这个，整点这个的，你也没整明白啊，没整明白。唉，我以下发言不代表没有任何指导意义，我也不愿意这样，但是我就跟你讲一下这个女生她如果怎么样才能分析到点儿上。他就应该分析这个男的到底喜欢他啥。你要想整这个功利的，你就分析，你别分析那些了，什么优点缺点，你就分析这个男的到底喜欢你什么，发挥这个扬长避短。你不是喜欢这些吗？你把它换成钱，这叫功利主义。你说你这是分析半天，这弄的这稀里糊涂的，都不知道要干点啥，两头不挨着是吧？浪漫的爱情也没有享受到啊，现实的好处也没弄到，图个啥呢？就图个难受，就图个难受啊，是吧？对不对？是吧？你已经秋招过了，明年才那个什么嘛，变成大厂员工。你这段时间我是你，我就住德国去。咱们用功利主义的分析啊，虽然我不推荐这么做，你住德国去不就完了吗？是吧？你该是啥不是啥的，你不就知道了吗？俩人结结实实的住3月，不就啥都知道了吗？给我搁这分析，稀糊涂啊！什么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我知道有一些客观上的困难，这个我要面对，是吧？我知道这个男的怎么样，我们可能怎么样，就是知道事实是什么，然后就勇敢的生活就行了嘛。喜欢他什么才算是真的喜欢呢？就是不会再问这个问题，就是真的喜欢。你但凡问这种问题就不是怎么样，好理解吗？这个标准能不能好？是不是容易一点，容易理解一点啊？刚刚这位弹幕里的朋友这样说，你能理解一点吗？这个标准是不是很容易理解啊？你但凡还能问出这个问题，我到底喜欢他什么呢？哦，我喜欢他的头。那就不叫喜欢啊，你就是我喜欢他什么呢？我就是喜欢，这就叫喜欢，对不对？是吧？但有的朋友你看说，那我就是喜欢他的脸，能不能在一起？当然可以，也没什么不可以，是吧？这有什么的呀？没啥不可以，是吧？遇到一个就是这种就是喜欢的不行的人，是个小概率事件，差不多得了。毛不易安利了牛翠翠啊，那可能是那个智胜人带的吧？谢谢啊，谢谢毛毛。我没看，我不看综艺啊，谢谢，感恩啊。毛血旺里提到的，对，感谢。我在节目里看到还很惊讶，这有啥惊讶的？除了脱口秀，什么综艺都不看吗？啊，脱口秀也不看啊，尤其不看脱口秀，我就不爱看综艺。我没啥事儿，我现在那个就是消遣的看东西的时间，我过去1年花的最多的是在各种各样的课、拉片儿课。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上，还有一些直播，看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卖这个看理想这个佛学入门这种，他不是30天全站畅听吗？那看理想那给我听的，累坏我了。就看理想的课我几乎都听了一下，也没全都听完吧，但我都听了一下，看哪个特别好，我就都听一听。这可费时间啊，这听这每个都很长。挺好，都挺好，都不错。然后那个有一些拉片的朋友，那一个电影一拉给你拉出去。4、5个小时，那也特别精看。
我经常看一些这些，然后一些课是吧？一听进去，一听哇，听好久。我最多的时间吧，当然那个休闲一点的，就是看那个直播，看一些乱七八糟的直播也挺好玩的，也算学习吧，是吧？咱们现在不是干这个吗？也向这个前辈学习，确实都挺精彩的，看过好多啊。是去年一年书看的少了，书看的比较少，那个电影啊什么都看的比较少。拉片是啥？拉片就是一个电影哈，咱们比如说泰坦尼克号这种电影，看一个电影呢，它会有一个，它其实是学电影导演的人的一门课，就看这个好的电影是怎么拍的。比如说，咔，片头出来，它一个暂停，然后老师就会给你讲说，哎，这个镜头为什么要用一个长镜头，或者老师说，哎，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给这个主人公一个特写？这就是拉片儿。这个电影学院有一通教法，然后现在这个网上有很多这个博主，我觉得都拉得非常好，很好看啊，特别有意思。他还会给你讲一些电影背后的这个电影工业呀，讲一些历史知识啊，补充一些。推荐，我最近看《风过大泽》，泰坦尼克号那个《风过大泽》那个泰坦尼克号挺好看。以前有一个导演叫杨什么来，我忘了，他出过一堆拉片，我也推荐过，那挺好。最早最流行的是周老师，周传基老师是吧？周传基老师，我应该没记错啊，这个电影学院的，那个也很精彩，那个是最经典的吧，应该是啊，对，杨超，对，导演杨超的拉片，然后周传基老师那个很长的拉，那个他那个都用那么小的电视机，就是电影学院上课的那个，我没记错吧，应该是那个就很好看，那是我的启蒙啊，那是我大学那是大学吗？反正挺早的时候看的啊，有一些老外的拉片也特别好看，有一些老外的那个。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拉那个成龙大哥的这个动作片儿，讲成龙大哥电影剪辑的，哇，讲的太好了。就你从小看成龙电影，你想不到，就是你只会觉得成龙太帅了，打的太好看，你不会想到那个剪辑有那么多学问，那个讲那个怎么剪的，那个大受震撼是吧？特别长知识。我就爱看到这些。我为什么聊到这儿了？我是从哪个话题到这儿的，朋友们？好奇怪啊！我怎么聊到这儿来了？谁让我过来的？我从哪儿过来的？我是谁啊？我什么时候过来的？太奇怪了啊！对，毛毛推荐牛翠翠到你不看综艺，对，感谢毛毛推荐啊！大家买点翠翠，感谢啊，感谢毛毕先生的热情推荐。蛋总你好，我从小是个中规中矩的好孩子，但是乖乖女的外表下总觉得自己是喜欢新鲜刺激的，比如刺激的游玩项目，谈恋爱呢都是1对1，符合世俗观念的恋爱，但是可能是自身不善言辞、内向一类的问题，总是遇到不适合的男孩子。工作以后单身好多年了，这几年年纪大了，开始觉得孤单，相亲也不顺利，几个月就失去联系，止于亲亲抱抱。今年因为工作关系去单位其他分部顶班，被其他分部的一个男同事搭讪，他皮肤细腻红润，长得帅的变态就不变态了吗？啊，就不高兴了，这世界怎么还这样啊？只有长成我们这样变态才叫变态吗？长得帅就不变态了？这世界怎么还这样啊？我以为这世界稍微能变点，怎么还这样啊？他说想加个微信，一开始我想算了吧，后来还是加了。后续他好几次想约我出去吃饭，我都婉拒了，总觉得这么优秀的男生不可能看上我，一定有问题。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变态长得帅就成优秀的男生了，真有点难受。这世界怎么还这样？2024年了，这世界估计未来1000年还是这样，变不了，就是这么个就这德行啊！这么帅的男生不可能看上我，一定有问题。打听了一下，发现确实是已婚，且就是喜欢搭讪女孩子，就断念想了。但是我也会看着单位系统里他的头像陷入遐想，觉得世界上真的有人这么幸福，可以和各方面都好棒的男生在一起，真的是说话做事、外貌、身材、收入、家庭都好的男生，好羡慕。你说有时候想，就是说做一个不卑不亢，对这个世界没有，就是说，就是一点对这个世界都没有恨，挺难的哈，朋友们，是不是，朋友们？就是每时每刻都觉得这世界很公平，挺难的哈。有时候确实啊，我都觉得我已经修炼的挺好的，这一瞬间还是七情六欲涌上心头啊，好羡慕。哎呀，但是和 A 男的发展呢，就到此为止。刚刚这就是 A 男啊，还有个 B 啊。后来因为分享音乐和旧友 B 联系上了，开始频繁的联系，发现对 B 开始有点在意，可能是单身太久孤单的关系 ，B 几乎天天找我聊天，我开始觉得他是不是喜欢我，但我也不敢多想，怕自作多情。姐妹儿，你两次说自己不敢多想，我感觉你没少想啊。直到有一天我说想看电影，虽然心里希望 B 说他能陪我去，但是我又怕自己失望，就怄气说我找别人去。
但其实心里知道 B 也是没空陪我去看的。你还没多想，你想的也太多。一怄气，我又想到了 A。那天下午我就跑去 A 单位附近的商场，问他看电影吗？他欣然就来了，好欣然啊！不知道他长成我这样的话，还能有没有这么欣然？是不是帅才能用欣然这个词啊？欣然前往。我呢，我肯定是贸然，是吧？长成我这样的话，就是去他单位附近看电影嘛，他贸然前往，对吧？他来就成欣然前往。电影期间他疯狂的热吻我，电影期间他疯狂的热吻我，真的更心动了。他真的是很疯狂的那个派系，让我觉得真的好有激情。也挺贸然的，哥们儿。该说不说，长再帅，这也有点贸然了啊，也没有那么欣然了啊，稍微有点贸然了，哥们儿。过了1个礼拜又约了见面，因为事先知道他情况，所以主动要他解释一下手指上的痕迹、戒指的痕迹啊。他都是上班时间出来见我，会特意把戒指拿掉，他就承认了，说是已婚，有个女儿。他说喜欢我，我心里想的是我也喜欢，我也不想拆散家庭之类的。我只想曾经拥有。其实我从小都是只要喜欢了就谈一谈，因为以前上学觉得也不存在说浪费时间之类的，喜欢就要得到，于是就这样和他约会了几次。但是因为呢，就是只是纯粹的这种吃牛脆脆的关系吧，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无聊，有时候也会害怕，有时候会觉得他也许哪天就不喜欢我了，我又怕难过，要不我先转头，没了。你赶紧给我转头啊，姐妹儿！写到这儿戛然而止了，说要不我先转头，你赶紧转头已经来不及了，你得掉头了啊，姐妹儿，快跑吧，危险啊，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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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头啊！来一个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好吧？哎，这疯狂的世界，疯狂的世界，混乱的生活，笃信的你和我，是吧？快跑吧啊！这个 B 就出来一下就工具人呐，这个 B 这出场挺隆重，我还以为这个 B 后面有点戏份呢，也没有戏份了。这个 B 就是纯纯垫脚石啊，出现了一下刺激你去看电影，你完事儿了，跟他没关系了。这倒霉催的 B， 这个 B 不会是那个博 A 贝那个 B 吧？啊，全拼是贝吧？贝先生，姐妹儿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挺危险啊，注意安全吧。感谢大家关注，看一眼啥？咦，读稿暂停，又到了直播间让大家选标题的时刻哦，要发一个那个小红书笔记，大家帮我选选标题啊。逛复旦大学，就录播课那天拍的，跟那个蓝小欢欢哥和小宇宙老板去了趟小宇宙，拍了拍小宇宙。我现在是影视解说，我给你们解说我要发的小红书笔记。现在出现的是蓝小欢老师，刚刚出现的是一只猫。我们打了会儿台球，然后就是播客内容的一些节选，很精彩啊。这个时候赚点钱没关系。都看标题随便吧，随便选吧，李毅，相信你啊，你随便选吧，都可以，发吧，啥意思？我还没有计划，但可以回，咋的？看你啥事儿啊？欢迎大家。你待几天呢？你几号来呀？可以搞一下呀，这也好久没见了，快乐一下呀，啊，不醉不归啊那种。那你意思5号车啊？后面感觉也可以。他们那酒量都不是能坚持到最后的人儿。老舅约个酒，欢迎大家啊！点个关注。蛋总，我有个同事是我可 rush 的类型，但实在比我小太多了，而且我们是同个单位，但是不在一个城市。理智告诉我，我对他完全就是一种单纯的好感而已。这怎么能用好感而已收尾呢？好感就好感，怎么还而已呢？那不单纯的好感啥样啊？什么意思？什么叫一种单纯的好感而已？这怎么就而已了？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发展，为什么？还是很好奇，他对我是纯粹的同事之间的正常社交，还是也有好感呢？你这不就想发展吗？想发展你就发展，你给我整这个上来给自己封死，这个可能性是啥意思？最近跟他一起出差1周了，我们每天的行程都有摄像师跟拍。今天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一张照片是我在发言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他侧着脸看着我，手托着腮帮子，满眼笑意且专注。光看照片我都有点面红心跳，想全网问一下，这是我过度解读了吗？你照片发出来啊，你这个文字描述啊很有可能是过度解读啊，姐妹，你照片发给我看一下。这个拖着腮帮子看，这很有可能是困了。你看着的满眼都是那种笑意什么的，就是困了，可能就是困的就有点累了。没经历过吗？怕人发现，然后困了，有点困了，这样很有可能是困了，是吧？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嘛。啊，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吗？跟他1周相处的很愉快，白天都是形影不离的工作安排，我们配合的非常好啊。晚上会一起安排各种活动游玩，回到酒店后还会在商务会所聊天到11点，直到打烊，聊各种话题。这工作这出差也不累呀，这出差，我的天！
白天一起工作，工作完了晚上回还坐那聊天聊到11点，聊各种话题，还会一起在对方的手机上玩游戏。有时候碰到对方的手，我们好像也不会刻意避开，会闻对方喝的东西的气味。这个你别觉得奇怪，他这个是这样，就是闻对方喝的东西的气味是这样，你别觉得奇怪啊。他一般呢，他坐在酒店，估计是一人点个杯调酒啊。说你这杯是啥？说我这杯是这个长岛冰茶。说长岛冰茶是啥？我没喝过，我看他调的怎么样，我闻一下。熟的朋友就拿过来喝一口，不熟嘛就闻一下，啊，没那么奇怪，好吧？给你们解释一下，就没有那么奇怪。说这个，哎，喝啥？喝水呢？我闻闻，喝的什么水？啥？喝水？我闻闻你喝的什么水？不是这种变态的感觉啊，我猜就是这个，就是2杯调酒。说你喝的什么酒？我闻一闻啊，还是比较正常。我怕你们觉得奇怪啊。知道我喜欢拍照，每次到个景点，他都会很主动、很认真的给我拍照，也接受我对改进照相技术建议。出差结束后呢，开始回到各自的城市生活了，但我却疯狂的开始想他，有点失控了。那你跟我说啥呢？你想他，你跟我聊什么天啊？有时候咱们之间是吧？别这样，你想他，你找他，你找我干什么啊？你就直接把那个。看什么玩意儿？手托着腮帮子，满眼笑意，专注看着你那个照片。你把那个大合影截出来，就你俩，你在那站着，侃侃而谈，纵横捭阖。你在那纵横捭阖，正在那演讲呢，他在那托着个腮帮子，星星眼看着你。截下来，中间的人都给他就是马赛克，中间所有其他什么领导、什么同事全部马赛克。这个世界只有你，只有他，只有你们俩。你把这张照片发给他。你说你当时在想什么？你看啥呢？你是不是困了？听进去了吗？我当时讲的什么？你复述一遍，好吧？聊一下，好不好？你俩就从这个照相开始聊吧。他还主动给你拍照，是吧？还接受你对改进照相技术的建议。你要是嫌我刚刚说的那个太直了，咱们来点那个稍微弯道的，说，哎，在干嘛？新来的朋友们可能还不知道这3个字啊，实在想的难受，先在干嘛？先发过去。发过去，再干嘛？发过去之后，无论对方回什么，你都不要理会，直接第2句说什么？第1句在干嘛？无论他回什么，你就直接就说，最近回去以后有没有给别人拍照啊？拍了的话，我看看你的照相技术有没有进步啊？他但凡智力正常，他不会说给别人拍了吧？应该，然后你们就顺着聊呗，很难吗？聊啊，没拍是吧？还想拍吗？啊，聊起来啊，对不对？大概率肯定就不会说那个拍了嘛，他肯定说没拍，这意思。你还想拍吗？或者说不想这么凶的话，你就那个不想就进攻节奏这么猛的话，你可以稍微慢一点说，哎呀，那我最近还想拍点照片，都能聊啊。看中间还有什么，还闻酒来着是吧？还闻酒来着。你说咱们那2天聊天有一回，你喝那杯酒，哎呀，我回来以后呢，有时候在大街上走。不经意间鼻子老有那个味道，那个酒是叫什么来着？我忘了，我想再喝一次，好吧？很难吗，姐妹儿？这恋爱实在不会谈，我帮你谈，好不好？很难吗？这个恋爱，把它谈起来行不行？然后他不就会告诉你那个酒是什么吗？然后你就晚上整那个死处，找一个，你都不用非得去，你就找一个那个图片，让你朋友谁在酒吧拍一张那个调的那个酒，拍下来，然后你发给他，你说喝着怎么不是一个味儿呢？好吧，这一顿吃咔嚓，小伙子。头晕了呀，第2天就坐高铁来找你了，好吗？姐妹儿，赶紧谈去吧啊！问我干啥？谈恋爱吧，喜欢就谈呗，这还寻思啥呢？这不是真是。好，等我回去。你现在个体户，你小卖店老板，你最大，你说算。你等我，太气人了！你们还记得上一场有一个因为我奶皮子分手那俩人吗？有一个姐妹给我来信说她让男朋友给她买奶皮子，然后就分手了。我说我不行，受不了，我说我奶皮子我送给你分吧。后来又说要复合，哎，我说复合把奶皮子给我退回来。然后李毅特意去问了，说你复合了吗，姐妹？姐妹说奶皮子收到了，谢谢蛋总，非常荣幸能收到蛋总送的奶皮子，复合了，把他给我拉黑啊！这小两口跑我这讹奶皮子来了啊！我们小本买卖行不行啊？你们不要跑我这儿来这个讹奶皮子好不好？小本生意啊！哎呀天，这小两口你俩分手，我损失个奶皮子，我招谁惹谁啊？你俩复合了，这里外里就我倒霉啊！电诈啊！这家伙，我这手机给装这个反诈 APP 也不好使啊，手段太高超了。关键骗的也不多，就骗份奶皮子，你说这防不住啊？这防不住啊！这纯电诈，这咋防啊？
太细分了，这个领域太细分了，专门给我设的局，这怎么防不住啊？但我和男朋友在一起2年多，哎，我刚那回答完了吗？回答完，好好谈恋爱啊。我和男朋友在一起2年左右了，我们是同龄人，25、26，我们感情很好，我们在不同的城市，车程1个多小时，一般是周末见面。我在一个新1线城市，他在附近的2线城市。现在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我的父母希望我们都能留在这个1线城市发展，因为我也是在这儿工作和长大的啊。所以我一直强烈要求对方父母能够在我的城市给个首付，而男方父母已经在他那儿给儿子准备好了婚房，离我工作的地方呢是开车45分钟左右。他们觉得没必要再买一个房子了，让我们背上房贷，把婚房装修了就行了。男朋友的工作很依赖当地资源，所以以后大概率也来不了这边发展，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留在1线城市工作，并且2个人距离也不算太远。蛋总，你觉得这样靠谱吗？意思每天45分钟通勤上班，你问我这个靠谱吗？45分钟通勤吧，也不能说特别远，但是呢，你们2口子，你要45分钟，他不要吧？虽然这45分钟也不是说多么夸张的远，但是长此以往，你心里会失衡的啊，你会崩溃的。以后我俩可以攒钱在我的城市再买一个房子啊，那就尽快。头疼的是我父母现在强烈要求婚前买下这个房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合适，啊，就没必要非得住一起。你俩这不住2个城市也能谈恋爱吗？结婚以后也可以住在2个城市啊，啥时候能买起那个房子，啥时候再住一起吧啊，就这么着吧。你俩这么住一起，你每天45分钟通勤，你会崩溃的。尤其你老公不用，你用45分钟通勤，你肯定心里会失衡的啊，姐妹儿，不要考验人性，你会崩溃的。吵不完的架，各住各的吧，先各住各的吧。以后能买得起那房子再往一块住吧。你肯定会崩溃的，你别挑战自己啊，你做不到的。你俩但凡有任何的不高兴，你在路上有一天突然前车别了你一下，你不会恨那个前车，你会说老公怎么你相信我，有一天大暴雨下车的时候一脚踩泥里了，你不会恨自己车没停好，你不会恨天气不好，你会说啊我新买的鞋，我老公你别考验自己，别考验45分钟吧，其实也不是说多么夸张的远，但是关键是你老公不需要啊。每天他起床可能10分钟他就上班去了，你得45分钟，你会崩溃的。这个东西是比较出来的，这个痛苦是比较出来的。你说在北京、上海这45分钟，想想那是吧？这其实可能还是个正常通勤时间，而且你还是自己开车，那好多朋友还是挤地铁呢，是吧？很辛苦的。但是他不比较呀，他觉得这是吧？他的旁边的朋友同事都是这个时间长，他也没有那么难受。你这家里有一个，你尤其早上他还能睡会儿懒觉，你就得出门了，你受不了的，放心吧，你肯定受不了，别折磨自己啊，你受不了的，你相信我啊，痛苦是比较出来的，你不能在一个屋檐下这么比。我没有反对你们结婚的意思啊，2个人感情好可以结了以后呢，就别着急说非得搬到这个新的什么婚房里呀，然后过这种日子，那是无尽的矛盾的开始。你就先结呗，然后说我们这婚房攒钱买着啊，先就还是这样。每周见一次不挺好的吗？这不也谈了2年了，没啥问题啊。到时候能买了咱们再说嘛。大概率你俩将来也是这样的，你老公又离不开他的城市，依赖当地资源，对不对？你也会留在你的城市，那你俩为什么非要现在先考验一下自己呢？为啥先要搬到一起住？这可能是经不起这个考验的。等过段时间2个人感情再那什么一点，忽然发现，哎，住在2个城市可能还是维持关系的一个没有想到的意外的好处呢。你为啥一直光头？小时候啊，7岁那年在草原上住的时候，有一个大师路过我们的蒙古包，我在外面玩，大师说：“小朋友，你过来。”又来了，不讲了啊！很多朋友听过这个故事啊，不讲。住口！好，不讲了，我错，不讲了。想听你放心啊，不听绝对不是你的损失，你放心吧啊！听完你会不高兴的，听完你会跟他们一样说别说了。感谢大家。